俄乌冲突进入第3年，整体实力远不如俄罗斯的乌克兰，如今应该已经是非常疲惫，尤其是在特朗普上台后，美元大减的乌克兰已经到了油尽灯枯的边缘。但是令人没想到的是，就在俄军地面部队顺利突进时，乌军不声不响的给俄罗斯来了一个大活。据报道，俄罗斯空军30%或更多的远程和战略轰炸机机队，损失超70亿美元，在此次行动中受损或摧毁。俄罗斯军事博主称之为俄罗斯的珍珠港。具体事件究竟如何，咱们一步步来看。2025年6月1号，乌克兰国家安全局主导了一场代号为蛛网的大规模无人机袭击行动。这场行动历经18个月的精心策划，泽连斯基亲自协调， SBU 局长马柳克直接指挥，其核心目标明确，旨在摧毁俄罗斯远程战略轰炸机，削弱俄空机核打击能力，以及对乌导弹攻击平台。此次袭击范围广泛，同时对5个俄军基地发动攻击，包括摩尔萨斯克州奥莱尼亚机场、伊尔库茨克州别拉亚空军基地、梁赞州加杰列沃基地、伊万诺沃州伊万诺沃基地以及阿穆尔州一位公开民生基地。其中别拉亚基地距乌前线超4000公里，创下乌军远程打击记录。6月1号凌晨，乌克兰特种部队先后在库尔斯克、布良斯克和俄控扎布卢热的梅利托波尔摧毁了3段铁路线，不仅给俄罗斯造成了巨大财产损失，还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俄军的后勤补给系统，更是吸引了俄军方的注意力。不过行动并非在当天开始的，而是早1年前 SBU 就运用了创新的特洛伊木马渗透战术，将 FPV 无人机伪装运送至俄境内。他们把这些无人机装进木质的伪装装置中，然后隐藏于普通卡车的顶棚里。接着俄军惯例忽略了这些潜伏的猎手，直到乌军远程激活。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伪装成普通车辆的卡车并非是固定的地点隐藏，而在俄罗斯境内悄然移动，选择合适的地点进行潜伏，比如机场附近的停车场、路边等，可以说是非常巧妙的隐藏。此外，有迹象表明此次行动可能运用了星链通讯技术，星链提供的高速稳定通信确保了无人机与指挥中心间的实时联系，使得远程激活和精确打击成为可能。这种隐蔽渗透与远程集群打击的结合，是无人机战争模式的一次重大突破，为未来的军事行动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范例。好了，扯远了，回到6月1号中午，在佯攻效果达到切断补给的前提下，乌克兰安全局启动了蛛网行动，事先潜伏在俄罗斯境内的特种部队远程启动了 FPV 无人机，对远离前线的5座俄军机场实施打击。俄军多架战略轰炸机被摧毁的视频已经在网上发布。据乌克兰独立新闻社援引乌克兰安全局的消息报道，乌军此次行动共摧毁俄军41架战略轰炸机，俄罗斯空机战略和打击力量几乎被完全摧毁。潜入俄罗斯境内的乌军特种部队，其作战手段非常残忍。据俄罗斯媒体报道，为了避免引起俄罗斯机场保卫部队的注意，他们首先劫持一辆卡车，然后将这辆卡车开到了机场附近，并以此作为向俄军机场发射 FPV 无人机的平台。当俄罗斯警察在伊尔库茨克地区找到这辆卡车时，他的司机早在10小时前就被人干掉了。乌克兰独立新闻社报道了乌军此次特种行动，俄国防部对此次袭击予以确认，但否认了乌方宣称的战果规模。俄国防部称，在摩尔曼斯克和伊尔库茨克地区的空军基地，因 FPV 无人机从机场附近发射，导致多架飞机起火，但强调火灾已被扑灭，且没有军人伤亡。俄方还开展了逮捕行动，宣称部分袭击参与者已被拘捕。然而，对于乌方所说的摧毁41架战略轰炸机的说法，俄媒与假新闻作战网站进行了独立分析，认为仅2架图95及1架安12被毁，其余飞机可修复。卫星图像虽显示别拉亚基地此前部署了一定数量的战略轰炸机，但实际损毁数量仍有待进一步核实。这种双方说法的巨大差异，使得此次行动的真实战果充满争议。无论乌特种部队摧毁了多少俄军战略轰炸机，他们的此次行动都将因其对俄乌战争的深远影响而载入史册。从战略层面来看，若乌方宣称的战果属实，俄罗斯空机和威慑力量将遭受重创。图95、图160等战略轰炸机是俄罗斯核投送的核心平台，他们的损失意味着俄罗斯在空机核打击能力上出现明显缺口，其核威慑的有效性受到质疑。行动还暴露了俄罗斯纵深防空的严重漏洞。此次袭击涉及多个位于俄罗斯内陆的空军基地，尤其是西伯利亚地区的基地首次遇袭，这表明俄罗斯的防空体系在应对来自纵深方向的威胁时存在不足。传统的防空系统如 S-400
在面对低成本、低空慢速的无人机集群时，效率低下，无法有效拦截。实际上，要大兵来说，不论从任何角度看，此次乌军的大胜对于俄罗斯而言，都是一次名副其实的大败亏输。俄罗斯的战略轰炸机的机队原本是俄军与美军博弈的重要筹码。俄军的图 22M 轰炸机可以携带重型远程反舰导弹，是俄军为数不多的真正能够威胁到美军航母的利器。图95轰炸机、图160轰炸机则是俄罗斯对北约、美国核威慑和反击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今这些战略飞机居然如此轻易地损失在乌军无人机手里，这简直可以动摇俄罗斯整个的国防根基。而且我们知道，自从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的军工能力已经大大退化，图95、图22这些轰炸机早就已经停产多年， A50 战略预警机可以运行的也为数不多，其下一代产品 A100 也已经下马。至于大名鼎鼎的白天鹅图160，对于俄罗斯而言更加宝贵了，因此乌军所造成的损失对于俄罗斯而言是不可逆的。俄罗斯空天军尤其是其战略轰炸机机队，这一下估计得好几年甚至10好几年才能够缓过劲儿来。另外，乌克兰在这个时期策划实施这样的行动，也表明了一种态度：乌克兰渴望和平，但并非割地求和。此外，俄股出现暴跌，市场对俄罗斯的军事安全和经济稳定产生担忧。原本计划于6月2号举行的俄乌第2轮谈判，也因这次袭击而破裂，局势进一步紧张。俄罗斯不得不重新评估自身的军事防御策略，加强对本土战略目标的保护，以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类似威胁。俄罗斯媒体称，乌克兰特种部队的此次行动为俄版珍珠港事件。俄罗斯社会强烈要求普京立即对乌克兰的这一行动实施大规模报复。此次蛛网行动极大地激怒了俄罗斯，俄方极有可能采取一系列报复手段。从军事层面看，使用战术核武器对第聂伯河上的桥梁实施打击是一种潜在可能，这将切断乌军的后勤补给线，对其军事行动造成严重阻碍。也可能使用中程导弹针子对基辅市泽连斯基的办公基地实施战略打击，以削弱乌方指挥系统。此外，对乌克兰安全部门人员和基础设施进行大规模打击，或使用伊斯坎德尔导弹对泽连斯基的车队实施打击，也在俄方的报复选项之内。从理论上讲，如果俄军伊斯坎德尔导弹能摧毁机动性极强的美日海马斯系统，他们就能够准确地打击泽连斯基的车队。不过这也只是一种假象，毕竟海马斯系统可是在层层防护中的。不过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在未来的时间里，我们可能会见证俄乌战争中最疯狂时刻的到来。好了，事儿就说到这儿吧。我是大兵，我们下期节目再见。